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订了警务合作协议。负责任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意思？澳大利亚有机会贴身体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根据路透社3月24日的独家报道，所罗门群岛这个政府警务还有国家安全部门那个常务秘书叫凯伦·加洛卡莱证实，所罗门群岛跟中国即将签署一项警务协议，还打算向内阁提供一份更广泛的安全协议草案。路透社称，目前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一份这个更广泛安全协议提案的备忘录草案，而美联社也报道传闻中这个草案的文本，包括内容有中国可以向所罗门群岛派遣警察、军事人员，还有其他武装部队，帮助所罗门群岛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等任务。中国军舰也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停留，补充给养。据外媒报道，这里说的军事人员应该是指中国的武警部队。然后这位常务秘书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时候挺有意思，他说他知道网上流传这个草案，至于说什么时候签署这个协议他不方便去猜。意思就是网上传的内容应该基本真实，他就不予否认了。目前网上也传出照片，所罗门警方开始使用中国的仿真枪进行训练。我一看照片，确实是老款95步枪的训练模型。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安。所以虽然协议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布，已经被传的是越来越深。澳大利亚有些极端媒体开始嚷嚷说，中国这是要在所罗门群岛建立海军基地，澳大利亚东部就会被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纳入到打击范围里。所以这些极端媒体还建议澳大利亚政府赶紧入侵所罗门群岛。当然，澳大利亚政府胆量没有这么大，脑容量也没有这么低，只能表示澳大利亚尊重所罗门群岛做出的决定，但是关切任何危害区域稳定和安全的行动。其实真正危害所罗门群岛安全和稳定的是谁？大家都知道，去年所罗门群岛那场大骚乱的起因，就是因为2019年所罗门群岛踢开了台湾，跟大陆建交，而政府的反对派就要攻击县政府的外交政策，然后又引起了这么一场骚乱。那么幕后有没有台湾的势力，大伙儿都明白。而且大家不要忘了，2006年所罗门群岛也经历过一次大骚乱，波及了当地几乎所有华人商店。起因也是台湾试图操纵所罗门群岛的当地的选举，导致选举结果引起了当地的争议。这次所罗门群岛跟中国协议无非就是希望增强自己面对这种骚乱的应对能力，获得中国在武器装备还有警察战术技能方面的培训支持。至于说澳大利亚的紧张，恐怕他们是担心澳大利亚失去以前在所罗门群岛的绝对控制地位。根据当年就是2018年澳大利亚跟所罗门群岛签的协议澳大利亚可以在所罗门群岛派驻警察部队还有军队，而且这些警察和军队在所罗门群岛享有几乎是彻底的不受限制的完全的自由。简单说，面对所罗门群岛那几百名警察，澳大利亚军警在所罗门群岛可以扮演上帝。虽然我们也没有看到说澳大利亚人在所罗门群岛胡作非为，但是澳大利亚军警在所罗门群岛超过当地法律的存在，总会让人感觉到有点不舒服。所以现在所罗门群岛选择了中国帮助维持安全，澳大利亚当然会觉得总有一天所罗门群岛会终止和澳大利亚的协议。即使所罗门群岛政府让中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协议共存，那也意味着澳大利亚失去了对这个群岛国家的绝对控制权。所以如果新协议签订了，着急的可就不仅仅是台湾了。其实澳大利亚也好，周边国家也好，真的不用过度解读，因为中国不会有这种地区争霸的意愿，也不可能在那里搞一个孤悬海外的军事基地。只不过中国确实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展示一下什么是真正负责任的大国，什么是一带一路，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可以帮助所罗门群岛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至于说以后谁会是太平洋各岛国更贴心的伙伴，澳大利亚以及这些岛国都可以贴身的好好体验体验。好，关于中国向所罗门群岛提供警务支持，澳大利亚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着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